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解决了我们输入困扰的一个外挂 Command Alias。我们都知道命令面板呢能够很快的让我们去执行Obsidian 里面的某一个指令比如说我们要绘出 PDF，我们只要输入 PDF，它就能够过滤出我们要执行的这个指令。那透过命令面板呢，我们就不必在功能选单里面去找这个选项，然后再来做点击，而可以直接在命令面板里面呢，直接输入需要的命令，然后就直接就执行了。但是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使用了中文界面以后，所有的命令呢，全部都变成是中文的。那因此我们要找到比如说我要找到跟档案相关的命令的话呢，我就必须要输入中文，我才能够找到这个命令。那这样子对我们中文、日文、韩文的这些使用者来讲，实在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个外挂叫做 Command Alias，也就是命令的别名这个外挂，它可以帮我们将这一些Obsidian 的系统命令或者是外挂的命令加上一个我们自己定义的别名。那将来我们只要在命令面板里面输入这个别名比如说我的绘出 PDF 呢，我定的别名是等于 PDF， 等于我再输入一遍等于 PDF， 那么马上就可以找出这个命令了。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输入一大堆的中文了那这样子输入效率就可以很大幅的提升那我们如果用我的别名，如果用某一个特定的符号开头呢，我们到时候只要输入这一个特定的符号，它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别名全部都找出来。比如说我这一个要使用 Pandac 的这个外挂，然后是使用 docx 转换成这个格式，那我就可以用等号 docx， 马上就可以直接执行这个命令了那这样子主要应该是我们这些中文的指令这些命令呢，可以用这个命令的方法直接就给一个别名这样子就可以很有效率的提升我们在操作命令面板上面的一个效率了。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这个命令别名的设定，然后要怎么样子来启用这些别名。我们安装了第三方外挂命令别名以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安装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命令选项里面呢找到它。那我们所有的设定呢都要到这一个外挂的选项里面来做操作我们只要到外挂选项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 Command Alias 它的所有的设定那它的设定其实就是两个步骤，第一个选出你要操作的命令那我们在这个下拉选单里面直接选择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比如说新增笔记好了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按 Ctrl+N 其实就可以了那假如说我们要给它一个新的指令我们就可以点击它，那这边就会变成是新增命令。那这边因为只能用选单的选择，其实不是很方便那希望以后也可以改成就是可以只输入部分字串，它就会自己过滤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方法这样会更方便。然后接着我们选好命令以后，第二个呢就是给它一个命令给它一个我们要操作这个命令的别名比如说我要把它叫做等号 new。好，别名输入完毕以后呢，点击右边的 add， 它就会在下方出现的这一个新增笔记的别名就是等于 new 那我们输入完毕以后你如果离开了这个设定画面它是等于 new 是不会生效的我们必须要把外挂重新载入，它才有办法来启用这一个新增加的这个别名。那我试过了这个第三方外挂。它在这边呢，其实有一个重新载入外挂但是我使用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生效而必须把这个外挂先停用，然后再重新启用刚刚新加的命令别名呢才会生效那我们找到了这个 Command Alias 以后呢，先把它给停用，然后再重新启用，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按 Ctrl P 或 Command P， 再输入等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等于 new 就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点击以后呢，它就马上产生了新的笔记出来了。好，那这个就是它设定的一个方法哈，其实很简单呐，就是只要设定好就可以了。那只是记得我们在目前这一个版本呢，需要先把这个外挂先停用，再重新启用，那刚刚新加的这一个别名才会生效。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介绍了这一个命令别名的外挂，那希望对经常要使用命令面板的朋友呢，能够有很快速的生产力的效率能够大幅的提升。那我们今天就介绍 Command Alias 到这边，谢谢各位。